看剧的时候戴眼镜，看得更清楚。今天在给大家分享中国的电视剧之前，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如何通过电视剧、电影或者 YouTube videos 视频来学习一门语言。我觉得因为电视剧里面的人他们说话很快，或者他们的用词都跟课本里面的中文或者中文老师的中文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用电视剧来学习一门语言，最重要的是听，一直的听，不停的听。所以即使你有一个单词不认识，有一句话没有听懂也没关系，只要你能够明白电视剧这一集在讲什么，我觉得通过电视剧来学习的这个目的就达到了。我在学习西班牙语的时候，我会选择一个我很喜欢的 YouTube 的视频，而且那个视频是没有字幕的，所以我不能去学习它，我只能用这个视频来判断我的西班牙语的学习效果怎么样。我可能第一次听这个视频，我只能听懂5%，因为这个视频真的很搞笑，所以我很想知道这个视频到底在说什么。所以我每重新听一次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可能能听懂的百分比比之前高一点。比如我第一次听懂5%，那我第二次可以听懂10%，第三次可能是15%。这个视频我整整听了1年的时间，所以我知道我的西班牙语水平，我的听力水平在这1年间都进步了多少。那么1年之后呢，或者我现在再去听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基本上可以听懂100%。所以我不能说这个视频在帮助我学习西班牙语，但是它帮助我检测我的学习方法到底有没有效。我要推荐的第一种剧是中国的动画片。第一个是大耳朵图图，这个字面上很好理解，大耳朵图图，所以这部剧的主角就叫图图是他的名，然后呢他姓胡，所以他的全名是胡图图。然后他的爸爸是胡英俊，他的妈妈叫张小丽。这个动画片主要是讲了中国小孩的生活，因为中国有很多这样的家庭，就是家里只有一个孩子，可能是男孩也可能是女孩，那这样的家庭叫独生子女家庭。所以中国有很多这样的家庭，我觉得独生子女家庭的教育方式跟一个多子女家庭的教育方式应该很不一样，所以这部中国动画片也向大家呈现了独生子女家庭在成长和教育上的问题。然后第二部动画片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这个故事跟上一个故事很像，
因为他们也讲的是一个三口之家的故事。可能有一个差别，一点小小的差别，就是这部动画片讲的是在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之后，一个典型的三口之家是什么样子的。那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顾名思义，儿子的头很大，爸爸的头很小。我小的时候超喜欢看这部动画片。下一个，没头脑和不高兴。没头脑，头脑，不高兴。所以在这部动画片里面有2个小男孩，一个叫没头脑，一个叫不高兴。为什么呢？没头脑之所以叫没头脑，是因为他总是丢三落四的，总是找不到东西，很粗心。不高兴，因为不高兴的性格特别的倔强，所以他总喜欢跟别人对着干，所以他总是因为一些很小的事情就不高兴。但是呢，他们这2个人很不服气别人叫他们没头脑和不高兴，所以他们长大之后说，我一定要干出一番大事业，让他们看看。所以呢，没头脑长大了之后是一名工程师，他设计了一栋99层的摩天大楼，但是他忘记了设计电梯，所以大家要爬很长的时间才能到第99层。而没头脑呢，他是一名演员，有一天他需要扮演一只老虎，一只在武松打虎这个故事里的老虎。武松打虎这个故事是武松把老虎给打了，但是因为很不高兴别人打他，结果在演戏的时候，他作为一个老虎把这个武松给痛打了一顿。什么？我给打死了？不高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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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3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动画片。下面我想跟大家分享几部喜剧。第一部喜剧叫《家有儿女》。《家有儿女》讲的是一个在北京的一个重组家庭的故事。这个故事里的爸爸叫夏东海，他呢是在美国的时候跟他的前妻离婚的，然后带着他的儿子小雨从美国
回国了，但是呢，他在北京还有一个女儿，一直都跟他的姥姥住在一起，叫小雪。然后这个家庭的妈妈叫刘梅，她呢是一个医院的护士长。她跟她的前夫离婚之后，有一个儿子叫刘星。所以这部喜剧呢，主要是讲述了一个中国的重组家庭是什么样子的。第二部叫闲人马大姐。闲人马大姐呢，讲的是一个退休的女人，叫马小燕。所以她讲的也是北京人的一些生活习惯，包括北京人怎么去跟邻居相处，或者他们每天都在关心什么事情。尤其是因为这个马小燕马大姐，她特别喜欢管别人的事情，也特别喜欢贪小便宜。好，下一个喜剧是阳光的快乐生活。我超喜欢这部喜剧，但是有一个问题，这部喜剧里面他们说的是天津方言。谁吹牛啊？看来大伙对我误解还挺深的。您也不想想，我要是没有能力，我们老板能这么赏识我吗？自从我负责公司业务以来，我们公司的业务不用我说，您让我们黄大发说。下面我郑重宣布，我们公司从今天开始倒闭。所以如果有在天津住的外国人，或者有对天津方言感兴趣的人，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这部喜剧。所以这部喜剧呢，讲的就是阳光的生活，他在天津的生活。因为他是一个大龄失业青年，也没有结婚，所以这部剧里面呢，也反映了一些社会现象、社会问题，被下岗啊，包括文化上的东西，比如中国人比较爱面子的这个文化现象，在剧里也很有体现。然后我们来推荐下一个分类是都市爱情片。这个分类里面有2部剧，第一部剧是《爱很美味》，这个是一个很新的剧，大概是2年前或者1-2年前的一部网剧。他们说的这个普通话都是现在一般中国的年轻人会讲的那种普通话，所以如果你想听一些比较清楚的中文剧的话，我很推荐这个《爱很美味》。《爱很美味》呢，讲的是3个闺蜜，闺蜜就是好朋友，3个闺蜜在大城市里打工生活的故事。而且这3个闺蜜她们的性格都非常的不一样。比如说这个刘静，第一个女生刘静，她呢是一个美食博主，同时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就是她不管是对爱情还是对美食的要求都非常的高，有点拧巴的人。然后第2个女生是方欣，她呢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主播，但是她的丈夫出轨了，所以她一直都在为爱情所困扰。最后一个女生是夏梦，她呢是一个典型的职场强人，但是因为她太强了，所以她的男朋友感觉到了他们2个人之间的经济不平等，所以她的男朋友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女朋友比自己的工资要高很多。然后下一部剧是一部台湾的电视剧，叫《想见你》，我超级推荐这部电视剧，因为它不光是爱情片，不光是都市爱情片，它也是悬疑片，它还是穿越片，就是它所有的一些元素
都在这个里面。而且如果你想听台湾的口音，那这部剧有你所有想要的东西。所以这里面有三个主角，王全胜、黄宇轩和莫俊杰。然后呢，还有另外2个名字是陈韵如和李子维，但是这个陈韵如和李子维是很多年前的跟黄宇轩和王全胜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但是他们不是黄宇轩，也不是王全胜，然后他们之间发生了一些故事，期待吗？最后一个分类是历史剧。我看的历史剧比较少，我不是很喜欢看历史剧，所以在这里我只推荐一个现代历史剧的经典，就是《甄嬛传》。历史剧他们的说话的方式跟现在的中国人说话方式很不一样，用词也很不一样。但是这个《甄嬛传》是有英文版的，所以不管你是中文的初学者，或者不管你是什么水平，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去看一下这部剧。它呢也是一部宫斗剧。宫斗剧就是在古代的时候，一个皇帝他有很多的女人，那这些女人她为了争宠，为了上位，她们之间就会互掐。然后这里面的一个主角叫甄嬛，甄嬛是一个很有骨气的女人，我是这么觉得的。所以这部剧主要就是讲的甄嬛的上位史。她从一个小小的答应是皇帝的女人中地位最低的一个，我觉得不对，还有一个是官女子，答应应该是第二低的，所以她从一个答应最后做到了皇太后。好了，希望呢你们喜欢这一周的电视剧推荐。如果你们有想要推荐的电视剧，都可以在评论下面告诉我。然后我们下周再见，拜拜。